美军指挥体系大洗牌，世界战略格局的改变或许将出乎你的意料。12月16日，根据《华盛顿邮报》独家报道，美国五角大楼正在拟定一项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指挥体系改革计划。说白了，就是对全球联合作战司令部进行一场彻底的整合。原来的11个一级联合司令部直接被砍掉了2个，其他司令部合并、重组、新建，然后建立一个由3个司令部合并的国际司令部。那么美军为什么要搞这波洗牌？那个新成立的听起来口气大的吓人的美国国际司令部又将怎样影响世界战略格局？要看懂这次洗牌，我们得先明白美军以前是怎么管地球的。在这次调整之前，美军把地球切成了6块地盘，分别由6个战区司令部管辖。他们分别是负责北美后院的北方司令部，盯着南美洲的南方司令部，联合欧洲和看守俄罗斯的欧洲司令部，在非洲反恐的非洲司令部，管辖中东火药桶的中央司令部，以及地盘最大、战力最恐怖的印太司令部。话到这儿，美军还觉得不保险，又增设了5个功能性指挥部。这套体系是2战后几十年里美军根据冷战和全球反恐战争的需求一点点搭建起来的。每一块地盘都有专门的战区司令，他们手里握着指挥权，直接听命于总统和国防部长。但是到了现在，美国人发现这套玩法有点玩不转了，因为对手变了，威胁也跟着变了，他们不得不对各大战区进行一场彻底的洗牌。以前美军的主线任务是四处打仗，非洲、中东更是重点，也就有了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但现在大国竞争成了主旋律，高超音速导弹几十分钟就能跨越半个地球，甚至美军陆军都忍不住打造自己的高超音速导弹暗鹰。网络攻击、太空战更是没有国界。美军很清楚，他们的部署已经不够看了，哪怕军费再多，也经不起在全世界所有角落都维持高强度的驻军，必须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就具体措施而言，原本负责北美防务的北方司令部和负责中南美洲的南方司令部被彻底降级，合并成了美洲司令部。看守2个司令部的4星上将直接被打发走了。火力军估计，大概是美国人觉得自家和后院的点是不需要专门养着几个4星上将盯着。除此之外，非洲司令部和中央司令部这2个曾经在反恐战争中叱咤风云的机构，以及最老牌的欧洲司令部，还被合并进了一个全新的庞然大物——美国国际司令部。各位认为美军究竟是在收缩战线，还是在憋什么大招？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看看这些被优化掉的那些司令部手里到底有多少家底，而那个新成立的国际司令部又将继承一份怎样的遗产？为了看清这次重组的含金量，我们不妨先把时间轴往回拨。如果说印太司令部是现在的顶流，那么中央司令部绝对是美军过去20年里的 C 位。它的辖区主要就是中东、中亚那一块，这里也是地球的输油管。从海湾战争到伊拉克战争，从阿富汗战争到打击 ISIS， 美军这几十年打的大仗、硬仗几乎全是在中央司令部的地盘上。为了撑起这里的战事，美军给了中央司令部相当厚实的家底。它辖区拥有极其完善的指挥体系和预制装备库，在科威特、卡塔尔、巴林，美军囤积了足够好几个装甲旅使用的坦克和弹药。海军力量上通常由第5舰队负责，常年维持着至少1个航母打击群，甚至在紧张时期还会有2到3个航母战斗群挤在波斯湾里，随时准备开炮。但是随着美军从阿富汗撤军到伊拉克战事收缩，中央司令部的地位其实一直在下降。这次被合并也算是意料之中。相比于中央司令部的风光，非洲司令部就显得有点寒酸了。它成立于2007年，是所有战区司令部里最年轻的一个，也是最尴尬的一个。非洲司令部总部是在德国的斯图加特的凯利军营，跟欧洲司令部做邻居。他手里的兵力也不多，除了在吉布提有一个稍微像点样的莱蒙尼尔营基地，其他的所谓基地很多就是个简易机场或者无人机起降点。他平时干的最多的事儿就是派特种部队去抓抓极端分子头目，或者搞人道主义援助。在美军的全球战略棋盘上，非洲司令部一直是个边缘人。这次被合并纯属是顺手的事儿。至于欧洲司令部，它的来头不小，其前身可以追溯到2战时期的盟军最高司令部。几十年来，它一直是美军对抗苏联和俄罗斯的最前线，手里握着驻德美军、驻意美军等精锐力量，包括著名的陆军第1装甲师、空军的 F-35、F-2战机中队，以及由第6舰队掌管的海上力量。特别是俄乌战争爆发后，欧洲司令部的地位一度回暖，美军的士兵、军员都通过这里源源不断地送往东欧。但对于它被合并，火力军一点也不惊讶。之前的视频我们就讨论过，
特朗普早前表示要让美国撤出欧洲，甚至白宫在12月4日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直接表明要将大量美军撤出北约，现在终于要行动了。不难想象，这个新成立的国际司令部将拥有极大的管辖权力，但在这场军事指挥权的洗牌中，最大的赢家却另有其人。美国国际司令部，火力军刚听到这个名字，还以为是哪个国际商务公司，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它的职能范围，就会发现这是一只真正的超级怪兽。这个国际司令部合并的不只是3个司令部的职责，包括欧洲、中东、非洲3个司令部的所有地盘都被吞并了。这意味着从大西洋东岸到印度洋西岸，从北极圈到好望角，这片横跨3个大洲、几十个时区，包含上百个国家的广阔区域，现在全部归一个人管。这在美军历史上堪称前所未有。当然，好处也很明显，那就是省钱、省人、提效率。以前为了协调欧洲和中东的事务，2个司令部还得开会扯皮，现在直接在一个指挥大厅里，左手管着乌克兰的战事，右手盯着红海的胡塞武装，还能抽空看看非洲的极端分子。更重要的是，兵力的调动将变得极其灵活。比如中东有事，之前的美军如果想调欧洲的兵，得跨战区协调，手续繁琐。现在都在国际司令部的锅里，想怎么调就怎么调。欧洲的 F-35上午还在波罗的海巡逻，下午就可以飞到中东去扔炸弹。这种跨区域的兵力投送能力将呈指数级提升。不过火力军认为，最大赢家不是国际司令部，而是印太司令部。原本的美军是6大司令部，熊视地球，现在更像双雄并立。在美军眼里，整个地球只剩下2个战区，一个是其他战区，一个是印太战区。这从2方面可以看出。一方面，在这次洗牌中，别的司令部要么被撤销，要么被合并，要么被降级，唯独印太司令部毫发无损。另一方面，由于亚洲局势的紧张，印太地区正在疯狂地做加法。根据美国国会最新公布的国防授权法案，美军将继续往印太地区砸钱，几百亿的美金变成了关岛的防御系统、菲律宾的新基地以及澳大利亚的核潜艇基地。现在的印太司令部已经是美军乃至全世界兵力最集中、装备最先进、战备等级最高的战区。他下辖的太平洋舰队拥有美军60%的海军力量，第7舰队、第3舰队战力更是能封锁大洋。下辖的太平洋空军拥有美军最庞大的5代机击队，他甚至还拥有自己专属的陆军和陆战队。这种集全军之力于一役的架势，在美军历史上只有2战时期和冷战巅峰时期出现过。不难想象，未来分散在各个战区的资源在被优化之后，大都将流向印太。属于中央司令部的航母战斗群可能更多的会在南海游荡，欧洲司令部的先进战机或许将更多的会部署到关岛和日本。美军本土的陆军精锐正在拼命的演练怎么在太平洋的岛屿上夺岛。相比之下，那个管辖范围大得吓人的国际司令部，虽然地盘大，但它的定位更是个看场子的，如同一个巨大的后勤基地和兵源地。平时养着兵，战时一旦印太方向吃紧，它不仅不能拖后腿，还得能随时抽调力量去支援。比如把欧洲的北约盟友拉到亚洲来，把中东的石油安全通道看死，确保美军的战争机器能全速运转。它的任务就是用最低的成本维持住欧洲、中东和非洲的局面，任务就完成了。总的来说，虽然国际司令部管的地方多，但是在未来的美军战力格局中，印太司令部肩负着更多美军战略转移的重任，美军对其重视程度只会有增无减。除了改变美军的全球战略部署，美军指挥体系的洗牌还彻底改变了全球战略格局。关于这次美军司令部的大洗牌，支持改革的国防部高官表示，原因是美军指挥体系已经僵化，需要彻底重组来加快决策效率。但我们清楚，这绝对不是一次简单的行政调整，而是美国国家军事战略从全球存在向大国竞争彻底的转型。不过对其他地区而言，这次转型似乎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全球战略格局也跟着迎来了深刻改变。比如欧洲和中东，美军把这几个地区的司令部合并，实际上变相的将战略收缩了。美军将减少这些地区的常驻兵力，对地区安全事务的反应速度也将变慢。以前欧洲有事，欧洲司令找总统；中东有事，中央司令找总统。现在我们得先去那个国际司令部排队，看看谁的事情更急。欧洲国家不得不增加军费，中东国家也不得不寻找新的安全保障。法国、德国和波兰现在争做欧洲老大，就是这种现象的体现。当然，亚洲地区的压力也不小，美军日后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密度将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恐怖程度。试想一下，当美军60%以上的航母、70%以上的核潜艇、80%以上的5代机都挤在这狭窄的海空域里，再加上周边国家也不甘示弱，纷纷扩军备战，整个东亚将变成一个巨大的高压锅。这就导致哪怕是一次小小的擦枪走火，
都有可能因为双方兵力过于密集，神经过于紧绷，而迅速升级为一场大规模的冲突。这种紧张的对峙局面将成为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常态。就美军战略布局来说，以往美军打仗基本是按战区来的，欧洲打欧洲的，亚洲打亚洲的。现在通过国际司令部和印太司令部的配合，一种全球一体化的作战模式正浮出水面。而这种全域、全维度的打击能力，正是这次美军指挥体系大洗牌背后最让人忌惮的杀招。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你认为这次洗牌之后，美军全球战略部署将达到怎样的层次？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喜欢的话请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